国庆日快乐，马来西亚和观众朋友们，刚刚我们两个人看完啊，看的真的是非常激动啊，我不得不承认啊，是有点眼底泛红啊，一度哽咽。王太，你怎么样？对啊，我还比你说多次是吧？我大概有2、3次吧。这就很奇怪了。我们本来说国庆日要去现场看的，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去呢？怎么会看2遍呢？2个外国人又怎么会看得这么激动，要哭出来呢？本来说游行有14000个人，哇，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还有116只动物，那是怎么回事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谜底，就在我们作为外国人能够提供一种第三视角啊，通过比较，原来大马是这样的，大马的国庆和它的游行是这样的，这种观察可以啊来带给大家。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所有的看到的点点滴滴之中，有一个字或者一个词眼是贯穿始终的，就是人，或者是人性化。对，毕竟人家今年的庆典的主题就叫做人民被关怀啊，也是突出的一个主题，讲得非常好。那最后呢，我来讲，也看到了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啊，来看看我们第三视角，告诉你，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啊。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的点点滴滴吧。首先我也来问一下王太，你看到整场是整个气氛你感觉是怎么样？如果用一些词来形容你看到整个 vibe 气氛感受是怎么样的？就 comfy 吧，很comfy 是什么意思？就是舒适的，很 chill 的。我也有类似的，我想到2个词叫轻松还有欢乐。好像因为大家觉得这很稀奇吗？我们的游行 parade 一直是这样的呀，对吧？可是对我们来说是稀奇的，对吧？我觉得甚至我们如果这个词叫 parade 翻译成中文，我说的是在中国语境下，这个词本身在中国就算是一个敏感词，所以我们看到的国庆更多的是叫阅兵。你看到的是整齐划一的军人，还有什么预备役民兵啊，各类社会团体是走着非常标准的正步，走成方块，100个人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的那个样子，很认真的走2个小时，是以整齐划一，展示军力装备为主的，是由国家政府来主导的，对吧？那在大马我看到的就完全不一样，因为经常能看到笑脸。看到不整齐也没有关系，看到大家是在 enjoy 这个的，从观众到那些观礼的首相、国家元首到参与者自己，都体现出这种氛围，所以才有强烈的这种感受。对 parade 我是真的非常好奇，我不知道一个国家的庆典日，所谓的国家级的 parade 是什么样子，所以带着这个好奇我就来看一下，然后果然这个是完全颠覆我们之前在中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讲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次，是吧？所以为什么重要啊？这是我们近距离去观察大马，去了解这个国家它怎么组织起来庆祝自己的一个独立和它的这个生日的，是吧？好，那么我们就来说第2个点。那我们看到了一些什么？一个方阵啊，都是一些什么东西？跟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可以啊做一个比较。我首先看到的是，出来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开始都是一些各个政府部门。对，这个我实在是没有想到。这个我们国家概念以前是总是海陆空三军仪仗队，以军事力量为主，对吧？对，但我们国家还有一个特别的存在，叫做仪仗队。这个仪仗队呢，它不是上战场，而是说那种军姿，然后走正步，是专门表演这个的，表演性质的军队。我从没细想过这个词，不过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他们没有这个，然后他们也没有就是所谓的升国旗的这个仪式，它是全体大家是奏国歌。你会看到这个场面，然后很快就开始进行了各个方阵的没有仪仗队吗？那感觉也挺威严的，有一些啊，对，但它仪式也总之是比较短，对吧？比较短，这个是可以确认。那大家来帮我们补充纠正都可以。我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所谓
你想各个政府部门，那一想有道理啊。以前在中国经常讲一个词，现在也很少听到了，叫公仆，因为他们从事的就是 public service。你看这个住房部我也看到了，他们这个还有提供 EPF 的那个什么社保的，有什么新的做一些高科技的。这想想看，确实他们平时的工作不就是为大家来服务，为这个 Raya 为人民来服务吗？对的。那这时候出来走一走，对吧？在我们的概念中很难想象，你假设中国有个 parade， 外交部啊出来走一走，商务部绝不可能是吧？对，然后他今天这次好像是有一个专门是关于网络诈骗的一个管理部门，他们也是出来走了，还拉了那个横幅，意思就是说，网络诈骗和你之间到此为止。所以啊，这就是有一个宣教的作用啊。对，这就是我看到的，就是说真正的什么叫社会各界，对吧？它的组成是这样的。你看，政府部门是一个，好，接着给社会提供重要商业价值的企业界，我说怎么连企业也可以参加？他们是不是付费了啊？对，老板也在上面，对吧？对 DIY， 然后银行、Maybank、Grab， 对吧？都什么的，他们也能够出现。是的。好，最后呢，还是会有军队的各种各样的军队，对吧？摆着军姿，然后非常认真啊，他们的投入。这个你尤其告诉我野战部队，你仔细看，果然是啊。这个野战部队，我真的是，就是他们这个野战部队的数量之多啊，然后每一支部队你可以看，他们是。每个队里面第一二排有一些就是全副武装的，就是在野外作战时候需要做的这个伪装，它都全部弄上，脸上都涂好。草的颜色有分纯绿的，有分那个蜡黄的，就是你发现是适合不同野战模式下的这个单兵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伪装，就是全副武装出来的，然后脸是涂的完全认不出人脸。对，在那些没有五官的。对，尤其在那些主持人形容为 asset， 就那些坦克啊、装甲车上的都是这个姿势都是做好的对非常逼真啊，我觉得一下能够让人很投入的。对的，对的。最后你知道吗？他不是出来那个战机嘛？是那个空军司令亲自开驾驶的。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你很有些年龄，对不对？给了他一个特写。我觉得这是在我们心目当中是不能想象的。我们这样的年龄，我们国家基本都是中青年，应该都是青年的嘛。像这个年龄，我当时就吃了一惊，我想，这么资深的还能够上飞机飞啊？我真的非常诧异，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功勋的这个将军之类，那也就亲自在飞啊，说明他是有战斗力的呀。对，就是年龄到这个年龄，像我们国家这种年龄都要退役的情况下，肚子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人家还有这个能力啊，对吧？那说明这个硬功夫还是能够用。就讲到军队，我就想跟你聊一下军队，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会觉得，大马是一个小国或者怎么样，我们实力还不是很强。但是通过观察军队，我恰恰觉得这些军人是非常有战斗力的啊！那些肌肉男，我们等一下再说，他有点娱乐的部分。你看那些站在坦克车上面的，还有那些行进的军人，他的体格是非常强壮的，有点像我们电影也好啊，实际的电视里面看到那些美军的士兵，就练得非常强壮的。对啊，我其实看到有些其他国家的军人，就是比较瘦的，比较细弱的，也是比较多的。这是给我印象深的第二个，就是他们第二个精神状态是比较昂扬的。是这样子啊，就这个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野战部队，我就在我们的观众群里面就是截了一些他们的这些图片给我们的观众看，让我观众就提醒我，然后有2个观众他们特别提到了关于马来西亚这个野战部队的一些成就史啊。对，他们其实在50、60年代的时候，他们帮助美军当时跟越南作战，他们是传授给了美军这种热带丛林作战的一些技巧。对，因为他东南亚可能有这个作战经验，对吧？对，美国人拍了一部电影叫那个 Black Hawk Down， 但是这里面并没有 specifically 就是把这个得到的这个援助是讲明是马来西亚的野战部队，但是后来在2019年左右拍了一部 documentary， 它叫是 The Black Hawk The Untold Story， 里面就是讲到了马来西亚的这个野战部队当年给到他们的先进指导。但这个呢是2个事情，就是黑鹰坠落本来是很有名的一个根据现实来拍摄的一个电影嘛，那是发生在1993年。索马里他们呢反对联合国，就发出很多这样的声音。联合国把他的一个电台关闭以后呢，他们干脆开始攻击联合国，射杀了23名联合国的士兵。然后各个国家呢都进去呢，要跟他去对抗。那其中马来西亚皇家马来团，他们有一队的士兵和美军一起作战他们最终还牺牲了1名坦克手。然后呢
牺牲了18名美军，他们最后组织一个营救小组，因为黑鹰的这个直升机驾入以后呢，坠落在这个里面的。我看过好几个关于当时这个地方的一个战争的纪录片啊，其实是非常非常惨烈的，因为它是城市巷战，就在城市里面那些人啊，就拿着各种的 RPG 啊，这个机枪啊，就开始扫射，所以很惨很惨的。最后要把这个坠落以后那个里面的一个美军给救出来，所以马来西亚的战士是非常英勇的。你想，他可以跟美军一起作战，最终还成功的救出了这个一名美军，牺牲了一名这个大马的军人。然后我们另外一个观众，他是家里面有2个亲人，他们都是曾经在这个马来西亚的陆军服役过了，就是讲三言两语讲起了当时服役的真正是非常艰苦的训练，因为马来西亚的这个热带的环境、湿热的环境，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要忍受蚊虫叮咬、高温的这种潮湿的天气，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是他们说起这个陆军的话，我们的这些马来西亚观众还是非常自豪的，所以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陆军野战方队会有出来这么多，感觉这个是他军中的一个强项。那么说完这个以后，我们可以说一些稍微欢乐一点的。我还注意到很多我们先讲人好了，有很多小朋友他们也参与了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嘛，对吧？有游行的，有专门你告诉我有2000个小朋友在负责那个翻牌子，一会儿是萨拉玛达当，一会儿是那个吾皇万岁，都是由他们这个在翻牌子的。对，我查了一下，应该是雪隆区，就是吉隆坡和雪兰莪州2000个年轻的学生，他们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是由教育部来进行专门的培训的。它不光你是看到他们有这个萨拉玛达当是吧？对，欢迎光临然后还有你说的吾皇万岁，其实有一些方阵走过主席台的时候，他们还翻出了这些方阵的名字。我感觉他们是工作量非常大的，像个显示屏一样，很不容易。对，甚至到了后面的这些文艺表演的时候，他们也要配合这个节奏，还有配合这些演员的舞蹈动作，他们也要做一些简单的这些舞蹈动作。他们2个小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力，没有任何1分钟是倾闲下来的。他们真的是最佳的臂角，或者说一个配角，这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除了他们，还有一波年轻的孩子们，他们是身穿大概浅绿色的，上面的上身是浅绿色 T 恤，下面是迷彩裤，戴着绿色的贝雷帽，也是负责一些文艺表演。这个确实也是让我印象深刻。就发现这些孩子们跟我们这个要求不一样，他们没有化那种浓妆，你知道吗？我们有点类似涂口红，共产主义国家那种红扑扑的小脸蛋，然后粉红的这个嘴巴，就是然后很像朝鲜的这种少先队员的，他们不是，就很自然。你会发现说，也是高矮胖瘦，没有什么各种各样都有吗？各种各样都有。然后你看，如果以我们看这种春晚啊，穿那个看阅兵表演，并没有整齐划一，但是每个人都好像笑得很开心哦。但他们真的表现得很好。完全不是那种标准格式的，我们是那种就是夹着筷子就练出来的那种。他不是哦，你们每个人是很有意思，真的很生动的笑脸。所以讲到这里，你看我们讲了军队啊、司令啊，讲了小朋友啊，讲了军人，大家能够听出来为什么我们首先说到今天的关键词是人，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界的人，而且他们在干嘛呢？他们是全情的，用我们刚讲的氛围，欢乐轻松的，去投入到这个国庆之中的。对，讲回小朋友啊，所以他们完成了很出色的这样的一次任务以后，他们得到了我觉得是一种奖赏，因为最后等到国家元首走了以后，首相安华去慰问大家，他跑到这个小朋友的方阵，我印象很深。每个人都安华是真的是去一个个小朋友像接待大家一样的握手握手握手，还有一些你讲的我注意到了，把你帽子戴一下，就是小鬼啊，比心，还有这个吗？比心的手势一直在做，那些小朋友就很开心，就伸过去，就好像是哇，我的付出得到了认可，拿到了最后的一个糖果一样，有这种开心的状态在，对吧？就是真心的笑，涌上前想要跟他去握手。对，就我这很难想象这种民众热情的和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这样的互动，在我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种画面了，就在怎么可能我们自己的国家那个安保森严，就是你会发现说这些真实的孩子表达真实的喜悦，你不能说他是对这个领导人可能个人什么没有，你只是感觉到好像是2个马来西亚人在今天这个节日的场合下面衷心的表达自己的快乐，你就会感觉这种样子。而且最后我尤其注意到，首相安华他走出这个方阵，又跑去后面去
这个慰问其他的群众的时候，我其实还注意到一个镜头，有些小朋友就这样一路奔着出来了，也无所谓没有说会被拦住啊，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小朋友，让我印象很深的。对，好，接下来我要跟你再讨论一个细节，小猫、小狗，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它也是今天的主角。我开头不是问大家说，我一直很奇怪说，这次游行，各个报道都说了14000个人，现在我理解了，这么多人，有军队嘛，有政府部门，还有116只动物。我本来以为是旗帜，I don't know， 对吧？我也是，因为 AI 之前给过我错误的答案。你看到了一些什么动物？好像你还。这个翻译了一下，知道一些故事是吧？跟我们讲一讲吧。其实很简单，只有3种动物。猫，从数量上最多的是狗，这个是让我非常诧异的，所以我这几乎是截了每一张皮。我发现这个狗也是不一样，就是一个是传统的，就是警犬，德国种的这种警犬，你会看到是有警察，这个还有一些那种紧急的，可能搜救部门他们用的那种是黑色的这种警犬。有我还看到一个叫探嗅犬。就是可以闻味道的那种，可能除爆炸呀或者什么东西的之类的。还有就是看到的大量的那个服务犬，就是拉布拉多这个品种。有，我也看到。有一些狗狗你还会发现它们的脚上穿着那种皮靴子。装备不错非常的干净，非常的那个身材是非常的精壮，穿着这样的鞋子出来，你会感觉到这个好像，我记得拉布拉多是主要用于盲人导航，还是它服务犬，社会服务犬，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服务能力的。就从数量上绝对是狗战斗，这个也是让我特别惊叹，因为我知道穆斯林国家好像大家对狗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忌讳，对不对？但它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公共服务应该是高于这其他的一切了。所以那些人不也是牵着狗，他们也把它展示出来，没有说在电视画面中这个就叫辱马了，对吧？侮辱马来西亚了不能出现狗。我怎么没看到啊？对，然后我看到后台人家拍摄的一些视频，就是在后台等待的时候，这些狗狗和它牵引他们的这些参加阅兵的这些人，士兵也好，军官也好，那跟狗的互动也是很自然的，让他们狗狗去舔自己的手你会发现说。也许他们不是穆斯林的那种感觉，就真的像对待自己家的宠物一样。好在你讲那个只有一样东西的猫之前，我来补充一下马。我看到的很有意思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皇家骑警各种各样的马都有。其中有一个让我引起注意的，好像是叫皇家游骑兵。他们出来的时候，有一匹马好像不太听话，它是这样斜着走了2步，然后那个骑士把它给纠正以后，他又这个方向又斜着往前走，然后。也无所谓，就最终还是 follow 着这个队伍。主持人还调侃说，看来这匹马，他说炫耀了一番。另外一个女主持也附和说，他确实很调皮的炫耀了一番。天哪，仅此而已就这样。我没有注意，这个在我们国家有这种就是出差错的画面，直接就切掉了，就不会给你看了。这个这么真实的就展现给大家看了，这个也是让我大跌眼镜好，那么有一个动物你看得很仔细你还注意到上面用马来语写着一个标签，自己还去翻截屏了。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这是一只猫，它还有它的故事，对吧？来讲给我们听一下，我没仔细听过。这个猫叫好像有它的名字，但是 sorry 我忘记了。我们暂时叫它橘子吧。马来西亚对，它是一只橘猫。Orang cat， 我看他们马来语就说的，好像是马来西亚的某一个消防局在一次火灾救火现场。从这个火场里面救出来的一只猫，然后从此以后就把这只猫给收养了。然后这只猫今天你可以看到那个体型是有一点微胖了然后这个毛色什么神情都是非常的松弛。吃的太好了。然后就是整个就是有点像半躺平在那个消防艇上面，然后旁边还很幽默的，好像是临时手写了一张那个标签，小黑条，写了什么？翻译成马来，本人不懂马来语，翻译成马来就是说那些走路的。看到羡慕吗？对 ，jealous girl。我本来以为羡慕我吗？我本来以为这个羡慕我是指那些参加游行的这些人们，他们是必须靠自己双脚走路。后来我们有个观众后台留言很好玩，他说这个是在嘲笑狗嘛？你看狗，每个狗都是自己走的，猫狗不合，所以这个猫是在调侃狗。确实他们是 pair， 所以说允许幽默。允许调侃，这个是让我没想到。这个猫，它是你讲了我才知道原来是在某一次消防事故当中被营救下来的。对的。所以你看，我们讲的是马，讲的是狗，讲的是猫，这些动物，它的背后还是人的关爱，人的大爱，人的一种幽默。
他的怎样与其他人互动和这个社会相处的一种模式。好，那我们再讲回人，我又注意到一个观众跟我讲的细节，哎，还好我耐心看完啊，就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现场，因为也是有好心的观众告诉我们说，想去现场，你早上4点半最好在那里就排队了。然后我们早上不还要给大家直播新闻嘛？当然也主要是因为自己起不来啊，所以我们就选择看电视。我看了1遍而已，那王太陪我看了1遍，自己提前又看了1遍，所以他看了2遍。不知不觉，你看我们中午看完，哎，都录的时候都已经下午5点了，您看到可能已经是晚上了，所以这个时间是真的沉浸式的，就这样度过了。我想说人是什么呢？因为还有观众跟我们讲，你还记得吗？他说今年会有《甜蜜蜜》这首歌啊，这我看到了。我正好看到后面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了，然后他们都是在弄一些红色的扇子的时候，这个舞蹈我确实听到了邓丽君的这首歌，这个也让我感到挺不容易的有这样的一首歌。而且我网上搜了一下，去年大家觉得很不容易，很多人快要看哭的是什么？就去年游行，去年游行有舞狮有舞狮。然后今年呢，其实各州还有自己的游行啊。据说在马六甲今年的国庆游行上，舞狮队也出现了。这也是很好的，对不对？这是华人的文化嘛。那么再想讲一个人，好像你很感兴趣的，你说你盯着这些看了很久，就是23个肌肉男。肌肉男，哎呦，我真是全程就是我以为是23个肌肉男组成的一个方阵，对，我就一直在等，结果我发现这个23个肌肉男被打散放到了不同的这个阵队里面，就是可能跟他们所在的部队或者是军队是有关系的。你可以看到消防局上的这些男士们在那边outpost， 然后还有在野战部队也有若干个，就是他们的这种身形你确实会感受到说这种力量之美，还有你会觉得说它代表了就是这支军队也好，消防队也好，所就是带来的这种怎么说踏实感吧。当然有可能别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很浮夸的这种行为，但是据我所知，就是锻炼身体的话，是这些军人还有这些消防官兵，他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干的事儿。对。还有一些场景，就是我没有想到它会我们这2天一直在说的绿色经济你会看到说非常先头的就有一些马来西亚的国产车，国产品牌的电动车。对，那个是 brought down 的那个MS5 还是MS3，就是应该是今年发布的吧？我也看到那个牌子是电动车什么我忘了具体的名字什么 EMAS 之类的。对 EMAS 对，然后还有Perdon， 还有那个 Perdua。Broadon 用这个大马的英语来发音，就打头阵你是完全能够理解，这是都是用国产车来这个叫什么来着来领航的嘛。是到后面你会发现说它的 diversity 出来了，它把所有就是在马来西亚有组装的，或者是马来西亚是这个 EV car 的一个环节当中的所有车型，它都拿过来了。你这时候你就看到了什么 BYD MG 名爵MG 是英国是吧？对，已经被上汽收购回来以后叫名爵了，就变成一个国产车了。以前是英国是那个这叫什么罗孚什么的，后来被收购下来了。对，10多年前就了。然后你看到了 BMW， 看到了 Benz， 对呀，就是你会听到它的解说里面，就是我还看了一版英文版的解说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马来西亚这个汽车它的 EV car， 虽然你可能马来西亚本土品牌的 EV car 现在还不是那么的知名，但是它作为全球的 EV car 产业链一环，它也是其中一个 role player， 制造也是其中的一环嘛。对，那我觉得这也体现了另外一种，就是除了大马在做的经济，它的能源计划的转型，还能看到大马的包容，它自己国家的国庆日的游行，它能够允许这些外国品牌出现，大大方方的出现。主持人甚至于就直接提到过，像那些摄影的 Insta360，我听到过几耳朵了，我不知道是赞助还是什么，但无所谓就可以去说嘛，不是说不能说的一个事情。这个让我印象很深。神奇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叫神奇？既然这个摄影环节会拍到阿公和他的皇后2个人亲自走下来之后，自己驾车，驾了一辆好像也不是很贵的车，好像就是马路上还经常能看到的这个。对呀，布罗顿嘛。然后它的那个车牌是3W1。对，车牌是什么意思？
他非常轻松的跨上了这个副驾驶，然后他的王后坐在他的后面，就一溜烟潇洒的开着车走了。对，他因为要挥手啊，我看这个车稍微开的有点不稳哦，但是也没关系哈，他也在开。大家告诉我这个车牌 3W1 是什么意思啊？不过我呢去查了一下哈，这个 Brodon 的 Setra Neo 这个车型，它的前代是卖的很火的，然后做消费者调研，大家说你再出一个新的车，我们要啊！他们就出了这一辆3门的。其实你很像欧洲那种样子很复古，这个性能呢又比较好的这样的一辆车。没想到出来以后呢，这辆车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失败的作品。阿公也是人，也是我们讲的今天这个人性化的过程，对吧？他亲自驾国民车来这个离开现场。还有一个人，其实我印象也很深刻，我也想跟你再讨论一下，就是那个2位主持人。有2位呢是穿着蓝色的衣服，他们是用马来语说的，还有2位就比较休闲放松一点，在场外的，他们就是说英语的，邀请的嘉宾。这2个主持人就是在他们的解说，我也挺诧异的，可能大家觉得正常，对不对？你们不是播音腔，不就这样解说吗？对，不是播音腔，不是念稿子，跟我们所了解的，不管是奥运会啊、什么世博会啊、这个国庆啊，主持人念的完全很紧张那种状态，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甚至于经常说我很喜欢 puppies 啊，对，我的爸爸以前也是游骑兵，我的兄弟姐妹怎么样，就有很多我把这些个人的这个事情完全可以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世界上掺杂进来，放进来，就这样而已，就我发现他们的电视就对这么重大的国家性的事件的转播是不需要像我们国家是一个中央电视台，它独家进行转播，独家进行解说，读的都是精心准备的这个稿子，带的都是非常标准的播音腔，没有什么波澜起伏。你会因为我看的第一版是2个马来文的主持人在那边讲，就是他讲到一些环节，你会感觉他自己是 emotionally 的这个声音的抑扬顿挫，你就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就是他讲的这个激动。它不是像咱说的这种假的利用技巧的这种激动，就说的那种越来越提高声量，有抑扬顿挫的这个样子，又不是那种很做作。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我真的是很佩服。然后接下来我们有看到那个英文版的，就原来这个直播的话也是可以自己每个电视台自己配2个人，然后随便你用什么语言。我其实还有一个最感动的话，是什么？一个点就是你知道吗？你猜猜看，今天的这个正式的游行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好像是我做过新闻嘛，我记得是早上7点半开始的吧，到10点结束是吗？今天其实是到8点钟正式开始的，然后10点钟就结束了啊。然后我去查了一下，中国最近的一次阅兵，2019年的阅兵是早上10点开始的。其实你可以想象，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天气都说马来西亚是热带国家，但是其实它跟10月的中国北京比，它的天气还是凉爽的。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还是安排那么早就开始，10点钟刚刚现在外面开始起热气的时候，它结束了。其实对所有的演职人员都是一种莫大的体谅啊。对，在太阳刚刚升起，能够照亮大地的时候，就尽早的让它开始，这是你观察到的啊。对，我真的觉得很感动。所以其实我今天看得晚了，我看的已经是重播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保证大家都是欢乐融入，每个人参与，然后能够尽可能的减少他们这种参与的这种繁琐，还有减少他们反复无谓的为了整齐划一而整齐划一的操练，还有天气考量的这么周到，真的我觉得挺感动的，挺有人情味的。那说到这个，我稍微插播一下啊，在您结束之前，几样东西。首先，每天早上7、8点钟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播报我们自己选择的以外国人第3视角看待大马的新闻，和所有的新闻不一样的是尊重事实。第二呢，有大量的背景信息和我们的 comment， 欢迎加入。如果是会员的话呢，我们平时还有一些专属于自己不希望博流量的，还有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状态，在会员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加入。1个月只有不到1杯咖啡的钱。还有我们的欧看呢也在做 Merdeka 68周年的活动啊，你买就送价值68元的礼包，还有元气药膳鸡腿啊，只在礼品当中先送给你。好，说完。那么王太啊，就你刚讲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可以听出了这么多人和人情味嘛。回到开头的问题，那么又为什么2个外国人看着激动了呀？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吗？说说看吗？我觉得能够看到国庆，它不是用来去展示，或者说是去要向外界去证明什么，它也可以是纯粹的民间的这样一个轻松形式的庆祝。它真的是一个 celebration，而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威严的阅兵、冷冰冰的阅兵。其实看中国的阅兵，我也能看激动，说明人是比较容易激动的，但是让你激动的原因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我们作为外国人，生活在大马，
我也是看激动了，我觉得跟你这个很像啊，但我的角度是，我就看到人是这样被对待，还有社会各界都能够参与，然后有微笑，有那个，我还想补充一个细节，你看阿公出来的时候，当然他平时也是这样，他相对是不苟言笑的。严肃威严，但是在有一些马来人表演舞蹈啊，就是真的很欢乐，在那边跳的时候，我看他也不自觉的有一点点微笑出来。就人是互相传染的。那我也被这样的一种以人为本，这样的尊重人，社会各界都能参与的，真正鲜活的了解是什么组成了马来西亚的这些细胞个体。看到他们被这样对待，我是感到有些感动，有些激动。是啊，每个参与的人他都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可能不像我们国家的这些阅兵的参与人员，要很长时间要封闭集训，可能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我们经常可以在前后的新闻报道里面看到，去作为一些典型事迹来报道，他们半年之内穿坏了多少双鞋啊，然后皮肤晒伤多少次，甚至经常会典型的报道说家里面有什么长辈去世了，但是为了这个国庆阅兵的顺利进行，他们也不回去。就你会看到这些故事，其实我不太敢看阅兵，因为你其实后面想一想，每个人背后付出的是8个月到1年时间的这个长期的封闭训练，我感到看得很沉重，真的。所以今天看到这个欢乐的，我觉得说，轻松也很好嘛，一个庆祝嘛，对。轻松也可以让人感动啊，也是可以给人一种骄傲的这种感觉，对吧？连我们外国人都可以感同身受。那我们就还是要回答一下开头抛出的问题，所谓小小的遗憾又在哪里呢？我们敢说吗？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画质啊，就可能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如果出钱买了 Cable TV， 也许就是画面是很流畅的。有 Cable TV， 对，我们因为总之我们看的直播没有好像画质还是有些断断续续，使得它这个信号不是很好。已经看到它用了比较高级的各种设备了，对，但是网络传输啊会有一些问题。马赛克，对，我是怀疑那些 roaming 啊，就那个基站可能还不够或者还不够快了。因为我平时在外面很想用 YouTube 做直播，但是没有一次是成功的。都会因为带断续而直接把它中断了。对，但 Facebook 就可以啊，跟技术也有关系哈。那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其实还有一个哈，就是小说一下吧，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们开店啊，就是今年就不太敢悬挂国旗哈，就不挂呢又会被罚，所以只能提前到国庆这一天的那个晚上，赶快把它挂起来。然后呢，因为他有些担心，然后在路上你看到悬挂国旗的车今年也非常非常少。对，比往年是看到很多，甚至有些人很骄傲，一车的这个国旗，对吧？这个让人有点遗憾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听首相安华的，所以我要念给大家听一下啊。我们看到首相安华在国庆的献词上说的就很好，真的值得重复一下。他说，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缺乏合作精神、团结和认同感的情况下独立，只是隔了几个世纪，有时会忘记这一点。他也说，马来西亚必须从中汲取教训，不要忘记独立的代价是高昂的，包括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及辛勤汗水。这就是我们2个外国人看这样大马的国庆游行，看出了人情味，看出了感动。一看完就马上和大家来分享。好，您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您看的感受有什么和我们不一样？有什么需要补充或者纠正呢？非常欢迎留言啊！当然您帮我点赞、转发、打赏，那就更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您看了吗？拜拜，拜拜。